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中印关系最吊诡的地方，是两边都不想真的打大仗，但两边又都很难真正和平。这句话听起来矛盾，可如果你把过去70多年的历史摊开看，就会发现，中印之间的问题，不是某一次边境摩擦，不是某个领导人脾气不好，也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它更像一组长期卡死的结构。边界线没有解决，西藏问题没有消失，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越来越深，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越来越强，贸易上互相需要，但又互相防备，再加上美国、日本、澳洲这些外部力量不断进入，印度一边想借力，一边又不想彻底站队，所以中印之间真正的状态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长期带刺的共存。你看2020年加勒万河谷那一夜就很能说明问题。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里，几百名士兵打了好几个小时，没有枪声，没有导弹，没有坦克，他们用的是棍棒、石头、铁丝网、钢钉、木棒。这画面如果放在现代国际关系里，几乎有点荒诞。两个21世纪的核国家，却像古代边军一样肉搏。印度官方后来承认阵亡20人，中国过了大半年公布4人牺牲。这次冲突让中印关系跌到几十年来的低点，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了所有人，中印边境不是冷冰冰的地图争议，它是真正会死人，会失控，会把两个大国拖进危险局面的火药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能开枪，但可以打死人的怪局面？因为两国过去为了避免冲突升级，曾经约定，在实际控制线附近不使用枪支和爆炸物。这个安排本来是为了降低风险，结果最后变成了另一种风险。枪不响，不代表冲突不烈，不开枪不代表不死人，反而因为边界没有真正划清，巡逻路线重叠，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在守土，基层士兵就很容易在极端环境下擦枪走火，只是这个枪有时候变成了棍棒。中印问题的第一层就是边界，西边是阿克塞钦，东边是藏南，也就是印度所说的阿鲁纳恰尔邦。这两块地方，一个荒凉，一个富饶，一个关系到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一个关系到喜马拉雅南麓的地缘安全和民族情绪。两边都不是简单的几块山地，他们背后连着主权、历史、民族主义和国家安全。先说西段，阿克塞钦很多地方寸草不生，普通人听起来会觉得奇怪，这么荒凉的地方为什么值得争？原因很简单，它是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重要战略通道。中国修建的新藏公路就从这里经过。如果阿克塞钦不在中国控制下，新疆和西藏之间的陆路联系就会被严重削弱。对北京来说，这是绝对不能让的。而印度为什么也要争？因为印度继承了英属印度时代留下来的边界主张。当年英国人在中亚、克什米尔和西藏之间反复划线，其中一条就是约翰逊线。这条线把阿克塞钦划进了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问题是，这不是中国统一的边界。很多时候，殖民者划边界，不是为了尊重历史，而是为了制造战略缓冲。他们在地图上轻轻一笔，后来的国家就要用几十年、上百年去流血。这不是中印独有，南亚、中东、非洲很多冲突都能看到英国殖民边界的影子，东段更复杂。1914年，英属印度代表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期间和西藏地方代表私下交换地图，画出所谓麦克马洪线。这条线把藏南大片地区划给了英属印度，但当时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没有承认这条线，也没有在最终协议上正式接受。所以从中国角度看，麦克马洪线没有合法性。从印度角度看，英国已经留下了边界，印度独立后继承英属印度遗产，自然就把这条线当成自己的边界。这就是矛盾的核心。中国说这线我没认，印度说英国留下来的就是我的，两边从法理起点上就不一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印边界很难谈拢。它不是简单的你退一点，我退一点，因为双方各自国内都有一套民族主义叙事。中国不能承认藏南归印度是合法的，
印度也不能承认阿克塞钦归中国是合理的。谁让步，谁就会被国内舆论骂成卖国。中印问题的第二层是西藏。在1949年以前，中印之间其实没有今天这种直接接触，中间隔着西藏。西藏在地理上是缓冲区，在政治上也是缓冲区。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心里想要的其实不是一个直接面对中国军队的边界，他更希望西藏保持某种半独立半缓冲的状态，这样印度北方就有一道天然屏障。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逻辑完全相反，北京要把西藏纳入直接管辖，打通新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战略联系，这就让印度感到不安。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流亡政府，大量藏人跟随进入印度。北京认为印度在利用西藏问题牵制中国，印度则认为自己是在提供人道庇护，也是在保留一张对中国的战略牌。从那以后，西藏问题就一直压在中印关系底层，有时候不拿出来说，但它一直在那里。如果没有西藏，中印边界只是山地争议；有了西藏，它就变成中国主权、印度安全和大国竞争的交汇点。1962年的战争就是这些矛盾集中爆发。当时中国刚经历大饥荒，国内状态很差，中苏关系也在恶化。印度方面做出一个判断，中国不敢打，也打不起。尼赫鲁政府于是推行所谓前进政策，让印度军队不断向争议地带推进，建立前哨，甚至有些据点已经越过中方认为的控制线。从印度角度看，这是在巩固自己的主张；从中国角度看，这是一步一步蚕食。最后，毛泽东决定反击。1962年10月，中印战争爆发，中国军队东西两线同时进攻，印度军队在很多地方准备不足，后勤混乱，部署分散，很快溃败。东线中国军队一度推进到接近阿萨姆平原边缘，印度国内出现恐慌，尼赫鲁向美国求助，甚至希望美国提供空军支援。但就在中国占据战场优势后，北京突然宣布单方面停火，并主动后撤。这件事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赢了还撤？其实很现实。第一，中国当时也承受不起长期高原战争。第二，冬季快到，喜马拉雅山区后勤会变得极其困难。第三，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国和苏联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亚洲。如果继续打下去，很可能引来更大规模外部介入，所以中国的目标不是占领印度东北，目标是打通印度，守住阿克塞钦，让印度明白前进政策会付出代价。1962年之后，阿克塞钦在中国控制下，藏南在印度控制下，双方都没有在法理上承认对方控制，实际控制线就这样变成一种长期现实。但这不是和平，只是冻结。印度对1962年的记忆非常深，在中国民间，很多人把那场战争当成一次边境反击，甚至不太放在心上。但在印度，它是国家级创伤，喜马拉雅山的耻辱，这个说法影响了一代印度人的战略心理。印度军队后来长期重建高原作战能力。1967年，双方在乃对拉山口和卓拉山口又发生冲突。这一次印度表现比1962年强硬得多，双方有炮战，有伤亡。印度至今把这看成洗刷耻辱的重要节点，所以中印边境不是一条静止的线，它是一条带着记忆、屈辱、复仇、心理和民族主义的线。到了今天，边境风险又变得更复杂。过去高山阻隔本身就是缓冲，道路少，机场少，补给难，部队很难快速调动。可是过去20多年，情况变了。中国在西藏大规模修路、修铁路、建机场、建边境村庄，印度也在边境修隧道、公路、前沿机场。从民生角度看，这些基础设施能改善边疆生活；从军事角度看，它们都是双用途资产。道路可以运货，也可以运兵；机场可以服务民航，也可以起降军机；边境村庄可以发展经济，也可以巩固主权存在。基础设施越多，双方巡逻和部署能力越强。听起来像是更安全，但有时候反而更危险，因为过去到不了的地方，现在能到了。过去几个月才能调动的部队，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压上去。
双方实际接触更多，摩擦也就更多。这就是现代边境冲突的悖论。国家能力越强，边境越不容易自然冷却。中印问题的第三层是经济。很多人会说，中印贸易这么大，应该打不起来吧？这个判断有一半道理，贸易确实能压低战争冲动。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之一。印度市场需要中国的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原料、药品中间品、纺织品和各种工业零部件。中国也从印度进口铁矿石、矿物、化工产品、农产品等。两个世界级人口大国之间经济互补空间很大。如果只看账面，合作当然比对抗划算。但问题在于，贸易不是平均的。印度对中国的依赖明显更强。印度长期对中国存在巨大贸易逆差，很多印度产业链离不开中国供应，这让印度既需要中国，又害怕中国。这就不是简单的商业和平，而是带着不安全感的相互依存。2020年边境冲突后，印度封禁了大量中国应用，包括 TikTok， 同时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理由是数据安全、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中国也有自己的工具，比如稀土、化肥、关键工业原料、供应链节点。只要两国政治关系紧张，贸易就很容易被武器化。所以中印经济关系不是贸易越多越和平，更准确的说是贸易越多，互相伤害的按钮也越多。如果信任足够，贸易是桥；如果信任不足，贸易就是绳索，双方都能拉，也都怕被勒住。中印问题的第四层是印度洋。对印度来说，印度洋不是普通海域，它是国家命脉。印度大量贸易依赖海运，大部分能源进口也要经过印度洋和周边咽喉要道。印度一直把印度洋看作自己的天然势力范围，这就像中国看南海、东海一样，不是单纯看水面，而是看生命线。但中国崛起以后，海军活动范围必然扩大，中国的能源和贸易同样要穿过印度洋，从中东、非洲到马六甲海峡，再到中国沿海。这条海上生命线对北京非常重要，所以中国要保护自己的航道，要参与反海盗，要建设港口，要扩大海外影响力。从中国角度看，这是大国正常行为，可从印度角度看，这就是中国正在进入自己的后院。吉布提基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缅甸方向的港口与通道，还有中国在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大量投资，都让印度感到被包围。外界过去常说珍珠链战略，这个说法有时候被夸张使用。中国不一定每建一个港口都是为了军事包围印度，很多项目确实首先是商业和能源逻辑，但国际政治里目的不一定决定结果。一个港口今天是商业项目，明天就可能具备军事和情报价值。一条铁路今天运货，未来也可能服务战略投送。这就是印度担心的地方。印度的回应是加强海军，升级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等关键位置，靠近马六甲海峡，盯住中国船只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同时，印度加强和美国、日本、澳洲的合作，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 QUAD， 就是这个背景下越来越重要。澳洲为什么关心中印？因为澳洲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澳洲的能源、贸易、海上通道也都和印度洋安全有关。从堪培拉的角度看，一个更强的印度可以在印太地区牵制中国，但澳洲也知道，印度不是美国盟友那种角色，印度有自己的算盘。这就是中印问题的第五层，印度不会轻易完全站队。印度从独立以来就很重视战略自主，冷战时期它没有完全倒向美国，也没有完全倒向苏联，今天也是一样。印度和美国关系越来越近，和日本、澳洲也有安全合作，但印度同时还买俄罗斯武器，和俄罗斯保持传统关系。印度也加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这些平台，他不想成为美国的附庸，他想成为另一个独立大国，这点很关键。很多中国人看印度，容易把它看成美国用来围堵中国的一颗棋子。这个说法太简单，印度当然会利用美国，美国也会利用印度，但印度不是菲律宾，不是日本，也不是澳洲。印度有10几亿人口，有核武器，有自己的文明叙事，有自己的大国野心。他不是要做美国阵营里的小弟，他是要借美国的力量
做自己的大国梦。这也是为什么中印关系很难真正缓和，因为两边不只是领土冲突，两边都是文明型大国，都有强烈民族主义，都觉得自己应该在亚洲拥有更高地位。中国认为自己是亚洲第一大国，印度不可能在周边挑战中国。印度认为自己是南亚和印度洋天然中心，不能被中国压到家门口。中国看印度，觉得印度基础设施差，行政效率低，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制造业不如中国。印度看中国，觉得中国威胁西藏，支持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在边境咄咄逼人，互相都看不起，又互相都不能忽视，这才是最难办的关系。那印度真能赢中国吗？如果说全面国力，今天印度还不是中国对手。中国制造业规模、基础设施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边境建设能力、海空军现代化程度，大体都在印度前面。中印边境上，中国在西藏的道路、铁路、机场和后勤体系也比过去强太多。但如果说印度完全没有牌，也不对。印度有地理优势，它卡在印度洋核心位置，中国能源航线绕不开印度洋。印度有年轻人，口核巨大市场，它也有核武器，它还能借助美国、日本、澳洲、法国等外部力量。更重要的是，印度不需要全面赢中国，它只需要让中国在西南方向持续分心，让中国的战略资源被迫分散，让中国在印度洋不能毫无压力的活动。对印度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胜利。反过来，中国也不需要全面打败印度，中国只要守住阿克塞钦，稳住西藏，保持对巴基斯坦和印度洋方向的战略存在，同时避免印度彻底倒向美国，就能接受这种长期竞争。所以中印之间最可能的不是大战，而是边境摩擦。经济限制、海上博弈、外交拉扯和舆论战长期并存，打一下谈一下，缓和一下再紧张一下，这会成为常态。中印不会真正成为朋友，但也不太可能轻易打成全面战争，因为全面战争代价太高，两个核国家10几亿人口，复杂地形，漫长边界，外部大国介入，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失控，可局部冲突又无法彻底避免，因为边界没解决，民族主义又不能退，这就是中印关系最危险的地方。它不像中美关系那样全球化、制度化、金融化，也不像中俄关系那样有明确的战略背靠背，它更像两个住在同一条山脉两侧，都觉得自己会崛起的大邻居，平时互相做生意，心里互相提防，手里都握着刀，门口还有一堆历史旧账。所以我不太相信中印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长期和平。他们会有停火，会有会谈，会有贸易，会有领导人握手，会有边境撤军新闻，但只要边界法理没有解决，西藏问题没有消失，印度洋竞争继续扩大，美国继续拉印度，中国继续支持巴基斯坦，双方民族主义继续上升，真正的和平就很难到来，最多只是管控冲突，不是解决冲突。对中国来说，最大的误判是轻视印度，觉得印度乱、穷慢、脏，就不值得认真对待，这是危险的。印度确实有很多问题，但印度也有极强的战略耐心，它可以用很慢的速度，一点点把位置往前挪。它可以一边和中国做贸易，一边加入 Quad， 它可以一边买俄罗斯武器，一边和美国军演。它可以在公开场合讲战略自主，在实际行动里不断借外部力量制衡中国。这种国家不好对付，它不一定快，但它很能拖。对印度来说，最大的误判是高估自己。印度有大国梦，这是正常的，但大国梦不能代替工业能力，民族主义不能代替后勤，人口红利不能自动变成国家实力。如果印度只是把中国当成一个可以靠口号、选票、边境强硬姿态就能压住的对手，那也会重蹈1962年某种形式的覆辙。中国今天不是1962年的中国，印度今天也不是1962年的印度，两个国家都变强了，所以未来一旦出事，风险只会比过去更大。从澳洲看，中印竞争会越来越影响整个印太格局。澳洲不会希望中印全面战争，因为那会冲击能源、贸易、航运和区域稳定。但澳洲也不会希望印度被中国压倒，
因为一个有能力牵制中国的印度，符合澳洲的战略利益。这就是现实国际政治，不是谁喜欢谁，而是谁能帮你平衡风险。中印之间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坐下来喝茶，他们当然能，他们甚至能一边互相批评，一边继续做生意。真正的问题是，两国都把自己看成正在崛起的大国，而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偏偏挤在同一条山脉、同一片海洋、同一个亚洲秩序里。这个矛盾不可能靠几句和平口号解决。所以印度，你真能赢中国吗？答案可能是印度赢不了一个全面的中国，但印度也不需要全面赢，他只要不输得太快，不退得太远，不被中国彻底压住，就能在长期竞争中不断抬高自己的位置。而中国真正要担心的，也不是印度明天突然打赢中国，而是印度在未来10年、20年里，变成一个越来越难绕开、越来越难压制、越来越会借力的大国，这才是中印关系的长期麻烦。不是一场战争决定输赢，而是一场漫长的地缘消耗。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